你一个人在这干嘛？你猜？这设备趴窝了，不动了。现在是除了指示灯亮，其他的都没有反应，不能上升，不能下降，不能前进，不能后退，调速调不了。客户自己修了很长时间，没找到故障原因，看我能不能给他修好了，至少能找到原因吧。设备不上升，不下降，同步带不转。看一下配电箱吧。中间继电器的灯亮，证明是有电的。线路有点乱，我是东看看西看看，不知道从哪下手。上面还有电路板，然后这边是步进电机控制器。这个设备后边这有一个，这是直流电机吗？带皮带的。然后下边还有个步进电机，上升下降就是靠这个步进电机来带动的，现在也运行不了。测一下步进控制器，没有输入电源，它是个220伏的，开关电源也没亮灯，那也没有220伏输入电源呗。谁给它供电的？这是捋一下电路，先测一下输入电源，就是输入3相4线，3根火线1根零线，测一下电压吧。火线与火线之间400伏正常，火线与零线之间看有没有220伏，220伏有，拉掉中闸，确定没有电，去找那个220伏一火一零从哪接过来的，特别是这个火线。接到这个是滤波的，这个东西学名叫什么呢？想不起来了。我这是从后往前捋，然后找这根线，这个火线上这来了，接入了这个中间继电器，也就是说这个中间继电器吸合给它接通电路，给它220的电。刚才这个中间继电器亮灯了，应该是吸合了。我得送上电试一下，把电送上。确实继电器亮灯了，直接测一下继电器的输入端子，有电。再看一下电笔是亮的，有电。输出也应该有电。输出没电。这两个端子是并一起的，要有电都有电，要没电都没电。确实上面都有电，下边确实没有电。是不是继电器触点不好呢？拉掉电闸，拔下来这个继电器，从外观上看这个触点还行，不能说两个触点一块坏，同时没有电。再看这个底座，插口有烧糊的地方，而这个继电器肯定有问题。拆开看一下，线圈触点都变形了，很明显它吸合不了，把它翘起来了，这个线圈变形了，把触点给弹起来了。这块塑料已经化了，变形了。继电器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先不管它，先换个新继电器再说。找了个继电器，220伏的，又买了个新底座换上。位置特别不对劲儿，跪着不行，趴着不行。继电器上面两个触点是连一起的，下边也是连一起的，就是光输出一个火线，然后线圈同电吸合，上下接通。接线简单，拆一根接一根，装上继电器，送上电，看能不能好。好，灯亮了，有显示了，但是调速上下还是不行。正常情况这种应该能转起来，你看没反应。设备一动不动，还得看一下配电箱。步进控制器的灯没亮，没亮是不是没通上电呢？测一下输入电压，220伏有，电压有，它不亮，我怀疑它烧了。步进控制器通上电源，灯不亮，那和控制电路没有关系了，那就是烧了呗。这一块电机调速电路板也烧了，输入电源有，没有输出，输入都是220，什么原因烧的呢？我问操作师傅，师傅说车间的灯突然闪，烧坏了好几个灯泡，发现车间的主零线断了，
接上以后再开这些设备就不好使了。断零线，把220的电器都烧了呗。开关电源这一块还没问题，显示正常，但是就是转不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驱动的220的电源窜入了一个高压。这个电路板也是，通上电指示灯也不亮，烧了。我说驱动烧了，老板说好好的怎么能烧呢？问厂家，厂家说他们的东西不会烧啊，没办法。驱动我还修不了，那就找一个精修驱动的师傅，小徐师傅。你来看一下，这是步进电机驱动器吧？对吧？是，对。输入220电源有220，指示灯不亮，就是证明它坏了呗。步进驱动器跟别的没有关系呗。对，和别的没关系的。昨天修了这么一个，开始没有220，是它灯不亮，输入220以后，它灯还是不亮，是因为它那个主零线380伏那个主零线断了，窜入了一个300多伏的高压，把里面给烧了呗。对，里边肯定烧了的。好的。这个问题很常见，这个他们经常零线断掉的那种220供电的，基本上全烧，驱动器全烧。这是步进。然后一般都会烧哪一块啊？一般就是这一块，然后这一块全烧的。他那个我没打开，我不知道烧什么样。打开的话肯定是这一块全烧的。300多伏，不会自烧保险丝吧？不会的。一般不会自烧保险丝。对，它因为大电压进去，高于它的电压，肯定像这些耐压值不够的，肯定全烧的。这个是220，这个是220的。你拆开看看。他说几百块钱，这就能换个新的。对。是吧？这个是怎么回事呀？这是？这个应该拆掉了，这个也坏了。就一般都是烧这一块和这一块。那是这一块是电源。电源。对，开关电源。这一块是主电路上的主电容，包括这个里边这些整流模块的都有可能。一般整流模块烧不了，主要是这一块和这一块。电源。对，反正烧就烧电源，这是肯定的。窜入了一个高压。对，窜高压的话，首先是耐压值达不到的，肯定全是给它烧了。跟这些去控制电路啥的都没有关系。对，没有关系。那就行。好了，感谢小徐师傅，感谢观看。去修一个困扰了客户1年多的一个故障，空压机。它电流过载，还有时间。对，是昨天5月8号，1、2、3、4，都是昨天。这个空压机不定时的自己停机，然后报的故障是电流过载。电流过载，我是理解为电流大，然后空压机自己保护就停了。下面有些故障数据看一下，电压出了2个490，一个290，显示故障频率也不正常。后面再看故障电流也是有大有小，没有规律啊，没有规律可循。这温度它是包括。现在一切都很正常。他们说不正常的时候一天能停10几次，停一会儿还能启动，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五一之后夏天更严重，夏天天热更严重。对，而且呢，晚上没事。晚上没事。因为我们有晚班嘛，晚班是5点半到第二天凌晨4点，这段时间是没问题的，一到晚上就没问题。这早上掐开电路，太热，电瓶不报警，电瓶没报警，没报警。应该是变频停了，给他一个信号，还说是过流了。对，他自己他不会。对，应该是变频。还是变频的问题，还是变频散热不好。天热以后散热不好。这个很热，这个。变频器这个出风口、散热口往上吹风，但是风量很小，
很热。变频热是正常的，它这个风是往上抽的，所以我觉得是变频器散热不好，变频器保护了。因为在天热的时候，这个温度会更高。它里面也有灰，也得清，就是它本身出现问题，然后它给信号给他，告诉他我出问题了，不是他有问题。他检测不到，他没有检测，只有他能检测。我原来给这个南川打电话，他们这个设备，别人家也出现过这种问题，但是他们是测的电流，电表出的电流过低，他给这个电局打电话，把电流调高一点就没出现过这种问题。不，你这个不一样，这个多热呀。修空压机的师傅也是给出的建议是要检测电压，输入电压，看是不是电压异常导致的电流过高。那是它的电流或电压异常吗？这个可以测一下，但是我还是认为是温度过高的原因。拿出我的测量仪表，这个前表可以测电机的瞬间的变化电流，也就是浪涌电流，看看电流有什么变化吗？17安，电流并不高，但是电流是变化的，因为空压机要加压，一加压电流就会高。现在正常运行，我认为这个电流是正常的，但是要想捕捉它的故障电流，那不知道要在这个地方待多久。看，电流在涨了，在升了，电机的转速高了，它的空压机在加压。怀疑电压异常，但是我用望远表测量的输入电压，三项之间都是一样的，很平衡。380伏现在是很正常，也很稳。但是我认为不是电压的问题，因为他们晚上干活不停机，冬天干活不停机，只是最近天热了干活才停机。所以我感觉还是和变频器本身有关系，散热不好，太热了它也会跳，它也会保护。客户拿来了干风气枪，准备把变频器吹一吹。就是这后边从下边有风，别怼线上了。那气枪是干的吗？那个干的，我们有个干动机。干的，不能干水。用气枪吹完以后，这个出风口这个风比原来大了很多，它下面的进风口应该是被灰尘堵死了，可以看一下，看不知道能不能看到。吹完以后是这样的，你看还有没吹到的，和我猜测的一样，进风口被灰尘堵死了，造成了散热不好。散热不好，高温就会造成变频器自我保护。风比原来大很多了，大太多了。原来是光热乎，对，光热乎。而且现在那个风力一大，都顶手了。对，就开始顶手了。对。所以说还是变频器的散热的不好，主要是散热不好。再用用看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客户说空压机天凉快的时候没问题，晚上干活没问题，也就是最近天热的时候有问题，那就是散热的问题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它报的故障也不一样，横竖过电流和加速过电流，但是它没有报高温，所以让人误认为是电压的问题，电压瞬间过低或者是缺项等等，但是不是。所以我就想到了是变频器散热的问题，是散热不好造成的自我保护。好了，这样我就暂时完成了这次电路的检修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一推就跳呀？对，一推跳。那边不打扰。新电路啊，这是在哪？我看是在厨房有吗？对，你跟厨房那边你看。啥电器都没接呢。对，啥电器没接，现在就送不上。你看，我说是哪里的问题？啥电器也没接就送不上。我看也没啥问题。接的都对呀。那就送不上。我以为灵火线都接错了，发现这插座接的都对，明面上没发现问题。没问题啊。我就说这口很奇怪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电路接的没问题，很奇怪。奇怪呀。
一推就爆。哦，一直能感受着是爆的问题。刚才检查插座的并线没问题，零接零，火接火，地接地，没接错，这个闸就是合不上，一合就爆。那就测一下电闸的零火线，分别测量零火对地，标准100到头，零线与地线也是100到头。装修新做的电路啊，什么电器也没接。零火之间呢，100到头。那这个问题不是一般的严重。再看一下，把档位调小，来测一下零火线之间。短路。难道线的那一头零火地3根线都是接在一起的吗？测一下地线与零火之间，还是100到头。这样就更有意思了。零火地3根线，短路，所以一合闸就爆。现在挨个的测吧，看看在哪一块线路短路。从明面上看不出来，零线并零线，火线并火线，地线并地线。这里是一个原装的接头，就是没改过电路的接头，开发商留的接头。这有装修以前留的图片，原装的线路和后来改的线路。那不用说，原装的线路都被瓷砖给贴实了。还好这是一个原装的电路。扒开这个线头，把线头给剪断，把这3个线头分开。现在再来测量零火之间，标针不摆了。再看一遍零火之间，好了，有希望，还得去找。在这侧断开的这3根火线与零线之间，看哪一路会摆针。这一路标针摆了，其他的2路没问题。好了，就找这一路，看往哪走了，接的哪几个插座。怎么测？直接测量插座的零火线之间的电阻就行。只要是标针100到头，就是短路的。其他那些插座测的还都没问题，就这一路。这一路接的插座往上还有一个，因为线的走向应该是往这走了，你可以看一下，100到头。还得看一下这个插座，这个插座里边有从上边下来的线，正好线头掉了，那就测一下这根红线，这个火线与零线之间短路100到头。从上边下来的线有问题，上边的线又从哪过来的呢？在这个水盆上方还有个插座，也是后来改的线，新下的线。测一下零火之间100到头。拆开这个接头，然后再测零火之间2路。这一路没问题，这一路100到头。这一路又去哪里了呢？往下走了，下边啥也没有。再测刚才这个从上边下来这个线，火线与零线。好了，这一路没问题，一路路排查，就查到这路线有问题。这路线往下走，这一块原来是一个墙，拆了，墙上有电路，都是从地下上来的。还有原装的插座也都被盖实了，是被瓷砖给贴实了。从手机上的照片来看，在这个地方从地下上了2路线，在墙上做了接头，水盆后边还有接头，这些都被瓷砖给盖上了。这个得敲瓷砖才能看到接头。从管路走向来看，没看明白它这个线为什么这么走。敲瓷砖找电路，房主肯定不愿意，它这个线路在地下是这么走的，走到地板下边，往这边还有一个插座接头，原装的接头再往上这一块也贴上瓷砖了。除了这一路线不接，把其他的电路都恢复，这边送上电。你看最后这个插座它是有电的，短路的这一路当然是没电的，其他的电路都好，都很好。那这个插座往下走，走到地下有接头，然后这个管走到地下，在这还有接头，
连着上边这个插座，然后又往这边走了一路。这一路去哪了？看图，这一路看不出来，这是个原装的，这个插座不用也不行啊。看一下线的这一路上哪去了？他们说在这儿还有个插座，就是从那引过来这一路。会不会是这路线到那个插座之间接头有问题呢？原装的插座接头这个瓷砖嘎开了以后，单独测量这3根主线，线与线之间100到头。很明显，这3根线之间是短路的，就是碰在了一起。可以确定是主线的问题，和后来下的电路没有关系。测后来下的这些线路都很正常。从接线图来看，这一路线是没问题的，有电正常。这是原装插座，被瓷砖给贴上了，也看不到。还有一路线并下来以后，接到了这有个接头，这个让人看不明白，为什么要接这儿？他做这个接头的目的是因为这了原来是一堵墙，墙上一进一出一个插座，所以才做了一个接头，贴上瓷砖了，想敲开看看这接头接的有没有问题，房主不想敲，那样破坏就太大了。这路线可以不用，那不想敲不想找就算了呗。大概就是这个位置，或许不是接头的问题，是地下这块线路的问题。那这个插座用电，这种情况也只能从改这个线路的这一头，也就是这里。装修的师傅说可以从这个厨具后边拉出来下一路明线，直接接到配电箱里边，这样破坏能小。他们接完线如果测一下线路短不短路，漏不漏电，再装修再贴砖，一般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这3路线在墙里边，在地下，既短路又漏电。我虽然找到了问题，但是没给人彻底解决，也是条件不允许。所以改完水电要测一下，要拍照，以后有故障维修起来比较麻烦。那先这样吧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孙二娘的包子铺今天让我来修电路。二娘的店刚开张，她的包子大又香，可二娘说她很受伤。你看开灯又闪，还有蒸包的蒸笼都电手，一碰直接麻到胳膊肘，很明显它是带电的。更神奇的是拉掉电闸断了电，电人的现象依然会出现。啥原因呢？他们自己也说修过了没修好，才让我过来把故障找一找。这个黑线是蒸笼的地线，地线带个感应电，地线应该接地线。为什么地线会带电？那很可能是接地没接好。所以说我说它这个原因很好找，就是接地没接好。那就找一下它的地线，这个应该就是地线，插座的地线连在了配电箱外壳。不知道这个地线好不好，好不好电笔一测就知晓，应该是0伏217。幸亏我没用手去碰，不然的话这个电也能要人命。真是不测不知道，一测吓一跳呀！地线带200多伏。他们说这是前一个师傅换的新电闸，又重新接的线，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没发现。来看一下地线为什么会带电。电笔测火线220，测地线插座这个地方都带电，就这种现象据我判断应该是0火线碰在了一起，也就是火线在线管里对地线漏电，断电，拆线，确定0火地3根线不带电，测漏电，火线对地线，很明显是漏电。再看，就是漏电。二娘说不是所有的电器都电手，所以我怀疑他后来改的插座连地线都没有。看一下这个电饭锅的插座，没地线，反而没地线的不电手。这些插座都是从下边接上来的。那这个插座地线有没有？看一下，这个插座有地线，但是它往后往上的插座都没有地线，也就是说以前改电的师傅地线都没给下，所以这个插座再往前到这个插座之间线路是有问题的，它中间还有一个插座，打开看一下。
您看清了没有？火线和地线的线皮都化了，粘在了一起，铜线也碰在了一起，这就是出问题的地方。找到原因了，找着原因了，这就是线头虚接，电流一大，开始虚接发热，直接把线皮给烫化了，发生了短路。这个只需要把线重新给它接一下就可以了。当时做电路的师傅是用的这种插头，这种快插，就是它受不了太大功率的东西，会容易虚接发热。这样我把电路再重新给它接一下，原来走这个明线没什么用，也给它撤掉，恢复原来的电路。为什么它原来它有漏电保护器，为什么没跳呢？这个漏电保护器是好的，是因为没有地线。它没有地线，它虽然是漏电的，但是它没有地线。地线它没对地形成回路，所以虽然它是个地线，但是这个地线没接地，没和大地通，所以漏保也不会跳。这就是为什么地线一定要好。你看地线不好，它是带感应电的，这个电对地放不掉，它有时候也会电人，会麻手，所以得给它做地线。找一个接地体，在这正好有个水管，从地下上来的水管，铁的镀锌的，现在是废掉了。这个水管接地好不好，我一般是这样判断：两只表笔插插座，找出火线和地线，测量电压，然后一只表笔对铁管来测量铁管对火线的电压，应该是220伏，看，可以220伏，它应该和零火之间的电压是一样的。然后拔出红表笔，测量零线对铁管的电压，在1伏左右。哎呀，很好，这个1伏左右很好。这样这个铁管就可以做接地体，连上一个接地线就好。把这一块打磨出来，固定了一个螺丝钉。这一头接进了插座的接地线，然后把配电箱里的接地线、增箱的接地线接在一起。在这个地方再测量一下火线和地线、火线和零线的电压是不是一样的。看一下火线和地线表针摆动的位置，电压220伏。再看一下火线和零线，也是这个位置，很好，这个接地很好。档位打小，测量一下零线和地线的电压，电压在1伏左右，1伏之内。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地线是好的，接地好，漏电保护才更好。再看一下它这个锅，这个接地接的好不好，打开也是为了安全，给它看一眼接着接地，但是接的不是太好，您看一下线头就碰在上边了，没有扭在一起，所以说这个很无语啊，这个得重新给它接一下。像这种接地好了以后，它的零线也是不带电的，接地不好零线也会带电，这些外壳也会带电，也会电人，现在都好。电路正常了，但是这个灯还是闪，但是测量灯线的灵活电压很正常，很稳，电压正常，灯闪，那是灯坏了吗？拿出我的小法宝，一个安规电容，把这个电容并在灵活线上，看能不能好。开灯，不闪了，如果再闪就直接换灯吧。这样他们店里所有的电器都测一遍，看外壳带不带电，如果带电那有可能就地线不好，桌面都不带电，原来都偶尔都电手。好了，这样我也就完成了这次电路的检修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这今年头一次去修大棚的电路，这大棚里种的不是瓜果蔬菜，在这上面有个电机，他们说这个电机不转，怀疑是电机不好，想拆掉换新的，就是让我过来测一下。这工具箱还是在我橱窗买的，这是我的老粉。它的电机是那边通上电，这边不转，看有没有电流。你启动一下这，然后有个这个停止，一启动一停止，没反应，这边没有，连电流都没有。这线是不是断了？这是电机的控制柜，之前找人来看过，没找到原因。哪个是它的电机？我看一下。这
现在这个地方测一下电机的电阻，看正不正常。测的电机正常呀，电阻正常，线也没断。那为啥启动不了呢？电机线圈正常，它转不起来，一般就是缺项。就像它要缺项它就会烧电机，它这有过载保护，一般还不会烧电机。缺项电。220，没有，在哪断了？220，还有啊？为啥在这缺项呢？就是缺项造成的。缺项。哎呀，一直到这个地方都没有。看在哪？到这个地方有，并过来以后到这了，有。哦，在这个地方会断电啊。哦。是因为过载它那个吗？不是过载。是。在这了。哦。你看了吗？那线在这断了。哇。这个地方缺项，导致这后边的电机啊都缺项。一启动，把这块线压好就行了，压好3项电都有电了，你那个电机就转了。把线压好了，可以送上电看一看。220出来了，220出来了，220出来了。看一下它的启动电流大小，来吧。很小，这个电机可小了，运行电流才0.7，启动电流才100多。关了吧。这样在那头再去测出电流来了。你在这头你按一下，我看看它跑的怎么样，稍微等啊。就这个电机不转的故障，他们前后折腾了很长时间，都怀疑是电机不好，或者是电机卡住了。开呀！开呀！浪涌电流、启动电流、运行电流，好，正常。线的绑一绑，被磨到的。好了，这样我就完成了这个小故障的检修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